Hello，大家好，我是芥末，欢迎来到我的小站。在今天呢，我想跟大家介绍的是我平时工作中主要用的一些设备和配件。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在这些设备配件的购买和使用过程中遇到一些经验和踩过的一些坑，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如果您觉得我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呢，别忘了点赞加分享。另外呢，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打开你的通知。那我们就开始吧。那目前的这一套设备给我带来的呢，是一种非常的顺滑，而且是无缝衔接的体验。比如说，当我来到办公室需要开始我的工作的时候，我所需要做的只有两步。第一步，我打开我的电脑；第二步，我把我的扩展物连到电脑上，然后我就立刻可以开始新一天的工作，而且开始工作的进度以及我打开的所有的程序、所有的网页，都是我离开时原本的样子。那当我结束一天工作之后，想要离开的时候，也是非常简单，只有3个步骤。第一步，我检查目前连接的电脑上还有没有其他的 U 盘或者是硬盘，如果有的话，我会把它弹出，以免损伤。第二步呢，我会拔掉我的扩展物的接口。第三步，把电脑直接带走，这样就结束了我一天的工作。目前我用到的主要设备和配件包括 MacBook Pro 16寸的2019款笔记本电脑 ，CalDigit 的扩展物 ，AirPods Pro 耳机 ，Magic Keyboard 和 Magic Touchpad， 以及戴尔的可旋转显示器，还有一款笔记本支架，一款简单便宜的无线蓝牙鼠标。用作 macOS 系统时间机器的一款机械硬盘。下面我会跟大家一一介绍我在使用这些设备和配件时一些经验体会和踩过的坑。首先跟大家分享一点自己的体会，就是在购买设备，特别是在电子设备的购买过程中，所谓的高性价比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通常来讲，更高的价格意味着更好的性能。通常意义是这样子的，而且当你需要一台更高性能的设备的时候，那么有可能性能的一点点提升所需要花费的金钱是成倍的增长。那这个时候呢，所谓的高性价比对于你个人来讲就失去了意义。所以我个人在购买电子设备的体会就是完全根据自己的需求，不要过分的追求高性价比，也不要过分的去追求一些更高的性能。好，那么下面就来谈一谈我为什么选择这样的配置作为我的主力的办公电脑。那么来谈到我平时办公的需求，那我在平时的办公过程中最主要的需求有这么3点。第一个就是我需要进行大量的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工作。第二个，我需要做一些中等的科学运算，还有编程工作。第三呢，就是平时的办公文档的写作。所以我对于办公电脑的基本需求就是有这么几点：第一，要绝对的稳定；第二呢，它是要有很大的内存；第三点呢，它是要有多核心的工作；第四点呢，当然还有要有一个不错的 GPU。那么基于以上的这些点呢，我最终选择了就是这一款的 MacBook Pro 16寸的版本。那下面呢，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使用这款笔记本过程中体会到的它的优点，以及它不得不说的一些槽点。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讲呢，它最突出的优点呢有以下7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非常好的质感，它得益于这个苹果一贯比较高水准的工业设计。第二个优点呢，就是它有4个相同的雷利3接口，那么这4个接口都是可以用来传输数据还有充电。那么第3个优点就是它有非常好的外放的音质，这是我听过了可能是音质最好的一款笔记本电脑。第4个优点就是苹果官方在宣称的，它是有媲美录音室级别的内置的麦克风。那么当我在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呢，也是体会特别深。
第5呢，就是它有一个非常好、显示非常细腻的屏幕，这在你这个平时的这个工作过程中是眼睛会非常的舒服。第6点呢，当然就是不得不提的非常强大的这个 macOS 系统。那么这个系统里有非常完美的一个内存的管理机制以及多任务的处理，这个我会在后面跟大家详说。第7点呢，就是它跟其他的苹果设备有非常好的联动性，比如说我们最经常用到的苹果设备之间互相传送文件的 AirDrop 功能，比如说这个不同的苹果设备这个剪接板可以无缝的衔接以及体验。那下面就来谈一谈我个人认为这款笔记本它几个不得不说的槽点。那虽然我在整体使用过程中这款笔记本体验是非常棒的，但是对我而言呢，它还是有5个不得不说的槽点。那第一个槽点呢，就是这个版本是带 Touch Bar 的。那这个 Touch Bar 其实对我个人而言是完全是在我的需求之外的，但是当我满足我的其他需求时，我又不得不选择这样一个 Touch Bar。那我当然非常希望，如果这个把 Touch Bar 这个功能砍掉，如果在价格上做一定折扣，对我而言是更好的。那第2个不得不说的槽点呢，就是当然得益于它的非常高的性能，那它在平时的工作状态中，特别是 Touch Bar 上方的这一块区域是非常非常的烫。那如果我不小心碰到了这个上面，有的时候会感觉非常的不舒服。那么第3个槽点呢，就是得益于它这个表面铝合金的这样一个工业设计，所以在极少数的情况下，当你的插座插的是非基地线的话，会感觉的这个外壳，特别是这个腕托这个地方会有轻微的漏电的现象发生。当你的手放在上面，会有微微发麻的现象。那第5个槽点呢，其实是关于 macOS 的。那么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系统当然是一个非常棒的系统，但是它的一些兼容性，还有如果你是从 Windows 系统转换到 macOS 系统，它很多操作需要你重新适应，甚至有很多软件是在 macOS 系统下是没有的，导致你不得不装虚拟机。那它的最后一个槽点呢，就是对我个人而言，这个 macOS 系统这个中文版本，它这个翻译是有的时候是很糟糕的。比如说当我刚上手 macOS 系统，曾经让我费解非常多时候的拷贝和复制这2个功能。那么如果你看它的英文，它分别是 copy 和 duplicate， 那就会十分的清晰。好，那简单介绍了这款笔记本我的平时的使用当中体验。那可以看到它虽然有优点也有槽点，但是呢它非常好的满足了我的所有的需求。虽然它价格很贵，但是对我个人而言，它目前来讲是一款接近完美的生产力工具。那相信刚才呢，有很多小伙伴已经注意到了，在我桌子上摆的这一台连接我的苹果笔记本电脑和其他所有外接设备的这一台扩展物，这是一台由 QLDigit 出的 TS3 Plus 的扩展物。那虽然它价格很贵，但是我觉得它应该是目前用于苹果电脑和其他外接设备最稳定也是能够发挥最能够发挥雷电3接口性能的这样一款扩展物。这个在网上有很多的大佬做了很多详细和专业的测评，大家可以去参考。那么我在日常使用它的感受呢，就是正如我刚才说的，它是十分的稳定，而且这个可以发挥它全部的性能。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所有的接口，正面有很多，然后侧面也是有你能用到的几乎所有的接口。那我当时选择它的原因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苹果的笔记本最新款是只保留了雷电3的接口，所以这就造成了很多的外接设备连接必须要有一个扩展物，而它又是全网公认性能最好的一款扩展物，所以我当时就忍痛购买了这一款扩展物。那实际的使用过程中，对于它的性能呢，它是完全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能够发挥苹果这个雷电3接口的全部的带宽，这个有很多人做过一些专业技术的测评，大家可以去参考。但是在我平常使用中，它是不是完美无缺呢？也不是，它有几个我觉得应该注意的槽点。那第一个槽点就是大家显而易见的，就是它实在是太重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整个的表面材质为了散热方面呢，采用了一个全金属的这样一个框架，那这也就意味着它的重量呢是十分惊人的，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呢是，它还有这样一个比它的本体还要巨大，而且这个线呢非常粗的这样一个电源适配器。那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呢，也就意味着这台设备基本上是与便携无缘了。其实 QDJ 今年呢新出了一款叫做Soco Dock 的一款扩展坞，也是他们最新的一款便携式的扩展坞，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网上找来看一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几个比较小的，我觉得可以一提的槽点。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上面是有很多的 USB Type A 的接口的，大家也可以看到，而且这个 Type A 的接口的速率是不一样，一个是5Gbps， 那么另一个呢是10Gbps， 但是呢，它把10Gbps 这个接口呢放在了背后，所以说这也就造成了我们平时使用当中呢是有一点不方便。当我们想要使用这个比较高速的这样一个 USB Type A 接口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把 U 盘插到它的背后。那么另外一个不得不说槽点呢，就是说它的后面用于显示器输出的接口，除了我们讲有雷电3的接口可以外接之外呢，还有一个 DP 的接口。但是我们日常当中呢，除了 DP 接口用的最多的还是 HDMI 的接口，所以说这也是我觉得它值得一说的一个小的槽点吧。但是总体而言呢，我觉得这台扩展坞是一个瑕不掩瑜的产品，它对于我个人而言是我觉得是苹果最值得入手的外设之一。虽然它很贵，但是它非常值得购买。那所以呢，我为了考虑平时电脑带出去的这样一个便携性的扩展需求，我就单独买了这样一个大概就100多块钱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扩展坞。它有一个 HDMI 的输入口，一个 Type A USB Type A 的接口，还有一个 Type C 的接口。那这个呢，就是可谓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那平时使用过程中，它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显示器连接有可能信号有中断呀，这个如果用U 盘传输数据的时候，数据会有不稳定的情况呢。好，那下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为什么选择 AirPods Pro。那这款产品其实从推出以来，大家对它的评价呢是一边倒的好评，它几乎是一个没有差评的一个耳机。大家对它评价呢，很多人只有一句话，叫做买了就后悔，后悔没早买。那么它确实在平时我的生活中解决了我的一些痛点，但是呢，它也有一些槽点。那首先来谈它的解决了我的痛点，它主要体现的3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它有非常好的无线连接的稳定性。那么这个其实对于像我们在疫情当中需要办公的人来讲，特别需要开很多视频会议、电话会议的人来讲，是非常方便的一个存在。那么你可以摆脱这个耳机线的束缚。那它解决的第2个痛点呢，就是它有非常好的降噪功能，这在办公室的环境当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实用的功能。当你和其他人不得不共享一个办公空间的时候，那么如果你需要自己做一点自己的工作时，那么这个一个非常好的降噪耳机将会对你的工作效率提升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那它第3个优点呢，就是它可以非常方便的连接不同的苹果设备，特别是当你的 iOS 设备升级到了 iOS 14，当你的 MacBook 升级到了 Big Sur 系统之后，它可以非常方便的在不同的设备当中进行切换，这个切换的顺畅度是一个非常美妙的事情。这个 AirPods Pro 对我个人而言也是有2个需要吐槽的地方。那么第一个呢，就是它采用了一个入耳式的设计。虽然它提供了不同尺寸的这个耳塞供你选择，但是对于很多这个不喜欢这个入耳式耳塞的这个人士来讲，这个可能是一个非常不舒服的体验。那第2个需要吐槽的地方呢，就是它没有办法通过耳机很方便的进行音量的调节。那么在市面上已经有一些蓝牙耳机的厂商有一些解决的方案，所以呢，这个也是它的一个缺点。
那总体而言呢，这个 AirPods Pro 对于我个人而言是一款瑕不掩瑜的优秀的产品，也是我个人感觉是苹果的所有的产品当中最值得购买的产品之一。好，那下面呢就来说一说苹果自家出的这样一对兄弟的产品。那其中一款呢，官方取名叫做妙控键盘，另外一个呢它叫做妙控板。那当时为了考虑的适配性的问题呢，所以是同时购买了这两款产品。但是对于我个人而言呢，这两款产品使用的体验可谓是冰火两重天。那首先我们来谈一谈这个妙控键盘。妙控键盘对于我个人来讲，它的优点其实很简单，就是它好看，然后它跟这个苹果的笔记本电脑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设计，而且键盘的手感也是一模一样，从颜色从它的功能上来讲，全是毫无差别的。那你使用过程中是十分的顺滑的一个感受。但是呢，它的缺点是我觉得是最不能容忍的两个槽点，就是第一，就是它要900多块钱的，价位还是非常高的，而且它的手感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差。那很多人形容它就是敲这种键盘就像敲在一块铁板上一样。那对于我个人而言，也确实是这样子。平时这个用这种键盘打字，你体会不到一点使用键盘的快感。所以说呢，这种键盘是不适合长时间的打字工作者的，所以说，我个人是非常不推荐大家去用这个价位去购买苹果原装的这个键盘。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其他品牌，比如说罗技出的这样一个键盘，难道那样的有背光的键盘，有多功能切换的键盘，不香吗？但是说到它的兄弟这样叫妙控板呢，就是对我的体验而言是非常非常棒的。那么虽然它本身的价格也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它的优点可以说是非常突出。首先呢，它的使用的体验和苹果笔记本原装的这个触控板的体验就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它甚至呢，它可能比原装的触控板的体验还要好一点，因为它的面积要更大。那所以它在平时使用的过程中呢，和苹果笔记本原装的触控板是毫无差别的。那大家都知道，这苹果的笔记本从诞生以来呢，就非常强调的一个触控板的使用体验。那在我实际的使用的过程中呢，对于这个触控板的感觉也是非常棒的。那我现在的日常工作基本上是脱离了鼠标的。那配合 macOS 系统下的一些触控板的软件呢，大家可以对于这个触控板的体验是更上一层楼的。那我将会在以后的视频出一期专门的教程来跟大家去讨论这样的方法。所以说，这个触控板这个产品对于我个人而言是毫无槽点的一款产品。那么我觉得它呢，也是我个人感觉非常值得入手的一款苹果的外设产品。好，那还有3款产品呢，其实我个人也是非常推荐大家去考虑入手的。那么第一款呢，是用于这个苹果 macOS 系统时间机器的一款移动硬盘。那这个移动硬盘品牌大家随意，但是这个时光机器这个功能是我当时选择 macOS 系统最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可以说，它是你日常使用电脑的过程中的一个后悔药。那我之后会单独出一期视频跟大家去讲一讲这个他们到底是好在哪里。第二个呢，就是用于笔记本电脑的一款电脑支架。那我个人的感觉是，长期伏案工作的人是非常非常推荐购买一款能够提高你这个电脑屏幕的支架的。那这个支架其实大家可以去网上选择，有各种各样的选择。那这里给大家建议呢，就是一定要去选择一款坚固的、结实，而且特别是接口是比较紧的这样一款支架。特别是当你需要在你的笔记本上做一些操作的时候，你就知道，如果它的接口会有松动的话，给你的体验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那第3款呢，就是用于笔记本电脑的一个外接的屏幕。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屏幕。那比如说我平时最大的需求呢，就是平时处理一些文档，而且
做一些代码的编辑工作，所以我对于显示器的色彩以及分辨率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就选择了一个可旋转的屏幕的一款显示器，价格也不高，但是整个多一个屏幕的扩展会给你带来一个工作效率的非常质的提升。那以上呢，就是我对于我日常的办公和工作生活中常用的设备和配件的介绍。大家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见解呢，欢迎在视频的下方留言讨论。那当然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我将会在之后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在办公、科研和生活当中遇到的痛点，以及这些痛点的解决方案。所以我们下一期再见吧。